我是阿丹薛一丹，我是一个创作歌手。这次参与了 Jinko 的 session， 演唱了《等待与追逐》这首歌。其实民歌对我来说没有很陌生，就是可能小时候我爸妈的关系，所以会跟着他们听民歌。原唱是王海玲，我最熟悉他的歌其实是《忘了我是谁》。那我觉得这首歌我们录完之后，我又再回去听，他那个时候用一个非常清爽清新的伴着，其实比我们的版本还要轻快的背景音乐，但他却唱出了一种就是日复一日看着那些不断流逝的岁月的一些惆怅。这首歌的词就很有诗意嘛，月亮追逐太阳，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把诗意的东西唱进一首歌的感觉，好像更需要一点时间去咀嚼，然后甚至是它的词的含义可能历久弥新，你到现在去读它就算不是一首歌，你好像也能读它。华语歌曲对我来说，它因为我生长在这个地方，第一直觉、第一惯性，它对我来说是很直接的一个情感的存在。比起我平常听很多爵士乐或者是西洋歌曲，就是 R&B 啊什么，我觉得华语歌曲对我来说最特别的东西，它就是词嘛。词中文就是有办法在用最少的字，然后去呈现最多的画面跟意象跟感受，跟其他语种的音乐来说应该是最能够打动我的。华语歌曲超级难唱，光是咬字就很费神。如果进录音室，或甚至我们这次做 one take， 你要说真的去讨论歌唱技巧的话，咬字就是在其中占了很大的一个层面的需要去琢磨的关键。注音的话，比如说中、之、乌、翁、中，它到最后还有一个的东西，你要在哪个地方把那个收掉？中文词它有很多的细节在里头。我小时候没有想过我今天会做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也没有想象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存在。国中的时候我唱米西亚的 Everything， 然后我就在班上唱了之后，我同学就说薛一丹你可以再唱一次吗？这样，然后他说有人想要听我唱歌，而且还想要听第二次。那个好像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好像可以唱歌。最一开始是唱 a cappella 的，就单纯是去音乐系修了一堂课叫做 a cappella， 那就组了团，就来到了台北念书，来到了台北唱 a cappella。 我是这样子的身份进入这个产业的，因为我当时念的是企业管理学系，企管系，那我还是很喜欢音乐，所以我就去音乐系修课，但我又想唱歌，也就只有 a cappella 课可以修。当时我学校有另外一个团体是被老师带去，就是类似世大运还什么的开幕式表演，然后我就看到如果我一个人唱歌没有办法登上国际舞台的话，我跟别人一起唱歌，说不定有一天我可以到国际的舞台。我当时是用这样子很年少无知的，就是充满憧憬的面对我那堂课。因为我来自一个很平凡的家庭，我就很向往说，如果有一天我因为唱歌，然后我可以飞去世界各地。但后来这件事真的成真了，才刚毕业，我那时候真的很犹豫，因为我也不想去银行算钱，我也不想要，就是当时是心里是觉得很矛盾。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公视的一个音乐节目上面唱和声，他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从一场演唱会半年一场，到3个月一场，到一整年30场的 tour。 我打从一开始唱歌基本上就算是成为我的工作，只是 a cappella 的经历之后，它是越往幕后走。我现在的感觉是，我在一个也许就像今天这个空间，一个漂亮的大房子，很舒服的房子里头泡着我的咖啡，然后我觉得每一种风格的音乐对我来说都像一扇窗，就是我今天我就打开这扇窗，我就听，我就感受这个风景。我现在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我最近就在那边看那个饶舌的节目，然后听很多饶舌。那有的时候呢，晚上想要安静一下的时候，我就听一下古典乐。要写歌的时候，我们再感觉一下 R&B 的东西。对我来说，现在就是在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空间里头。那今天我也可以所有的窗户都打开，很全面的视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可能因为大家听到我的声线，第一直觉就是
阿丹应该是个爵士歌手，阿丹是个疗愈歌手。但我感觉就像我在房子里头看到，我不会只有看到一扇窗的风景，它有很多的层面，很多的面向。我觉得至于一个创作歌手或歌手来说，我也有很多的面向跟我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很喜欢这种不被定义的感觉。大家如果提到音乐的练习，可能就想到发声啊，练习唱歌啊，技巧。没有我觉得是心态，我觉得是心情。我认为音乐这条路是很需要锻炼心智的，已经长达非常多年的练习就是运动这件事，不管是重训也好，或者是跑步也好，我的责任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才能够唱歌。再来就是心态的部分，可能现在的时代变动真的太快了，我感觉大家好像都不愿意让自己有等待的空间或时间。但我想要提醒的就是说，包含提醒我自己，我们的存在就是你纵观这个在历史洪流里头，我们可能只是奈米等级的，就是沧海一粟的一个存在而已。我慢1个月发片，跟我慢3个月、6个月发片，有什么影响吗？我感觉到大家对于自己都很心急，有的时候包含我对我自己也是，所以这是一个我很常做的练习，就是提醒我自己，其实这一点点等待是只要你能够得到，或者是等到属于你最舒服的时机，这是我的练习。现阶段最大的目标就是把第2张专辑做出来，我希望有更多人听见我的音乐，然后听见我的声音，享受过程，就是务必享受过程，否则一切都很可惜。我的音乐路程都是靠删去法去做抉择的，因为我认为我没有尝试过的事情，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不能说我就不要，或者是我不喜欢。我的个性就不是这样子。我曾经确实经历过那个我要删去，但我在2024年我做了另外一个策略 I say yes。 该怎么说，你一开始在筛选的时候，就是我都是把一些我已经很擅长，或者是我已经长期在这个场合打滚的那个项目，我就慢慢把它丢掉。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磁场啊，你就是东西没了之后，自然会来找你的人会越来越对，越来越好。我有一阵子觉得大家对我都要说对我期待很高吗？或者是觉得我大概是一个很坚强很强壮的人，才没有。今天写完一首歌，我就觉得diss 自己，就是完蛋了，没有才华。我相信所有音乐人每天都会想一遍说我好像蛮烂的，我怎么样去克服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会感觉负面，感觉没有很好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要接受我当下的心情。在音乐上面遇到瓶颈的时候，很关键的一个解法就是你不要再听音乐了，你不要，应该说不要再 focus 在它身上，回到就是生活里头。否则你一直看，越看它就越怪，越奇怪，越来越陌生。我可以说实话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胆并且起头非常模糊的 project。 它的模糊是现在你很难去遇到的，因为大家现在的 project 来就是我们这个是可能商业一点，就是点阅要多少，怎么样，这个钱怎么算，blah blah blah，没有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让大家就是发挥各自的所长，在一个户外的场地，鸟还一直叫，然后我们就完成这个作品。你要说它太随性吗？我觉得也有点吻合我们这次挑歌的这个意境，因为当年可能还是盘带的年代，对他们来说也是 one take， 那我们就把这个 one take带到2024、2025，大家听到的这个东西。